大家好 ，Stable Diffusion 是2022年发布的深度学习文字到图像生成的模型。它除了是开源的专案以外，也能够免费使用，又可以部署在本地端，又有非常多的其他模型可以直接来套用，增加我们在生成图形时候的一些效果。在使用的体验上，比起 Midjourney 跟 DALL-E 可以说是更加的强大。先前 Stable Diffusion 的部署步骤有一点繁复，除了必须安装 Python 相关的环境以外，还要安装 Git 等等其他的执行环境。但是现在只要透过了 Stability Matrix， 只要执行一个 Stability Matrix.exe 就可以把所有的环境全部一次安装完成。它除了会自动下载需要的档案跟模型以外，也提供了图形的界面，让我们可以更加方便的来控制多达7个 Web UI。透过这7个 Web UI 其中的一个，就可以直接控制 Stable Diffusion 了。可以说 Stability Matrix 它大幅降低了在 Stable Diffusion 上面的使用的一个门槛，这样子使一般的使用者也能够很轻松的就来使用 Stable Diffusion 了。这一次的影片主要是介绍完整的 Stability Matrix 的安装步骤，至于其他的应用会在以后的影片里面陆续的跟各位再来做介绍。以下就来一步一步的来执行 Stability Matrix 的安装步骤。第一步，我们就是到 GitHub 上面 Stability Matrix 的网站，直接来下载它的一个安装档。我们进入它的网站以后，向下卷动，在右下角可以看到 Releases， 点击 Releases 以后，在里面找到要使用的档案。那我建议，如果你是使用 Windows 的话，建议你使用这个.zip 的档案，把它的整个环境安装成是 Portable 的一个版本，这样子在将来需要搬动档案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方便。首先就是先把这个 WinX64 的 zip 档给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以后直接再继续开启，然后我这边我是使用 7zip 来开启刚刚下载的这一个 zip 档。这个 zip 档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只有一个资料夹，资料夹里面呢就是只有一个执行档，因此就把这整个包含这个资料夹整个解压缩到一个特定的位置去。我现在把它解压缩到低冒号的根目录。接着我们就是找到这个资料夹，然后执行资料夹里面的这个执行档。如果你的电脑里面它侦测到了有 NVIDIA 的显示卡的话，就可以继续的往下安装。首先我要先打勾同意它的授权协议，然后再点击 Continue。那在这边我建议大家勾选这个 Portable 的 Mode， 让它把所有的安装的环境放在你刚刚解压缩的那个资料夹里面。Portable Mode 勾选以后，继续点击 Continue。接着它就会显示 Stability Matrix 支援的7种 Web UI。首先来安装最常见的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这个是 Automatic 111专案产生的一个 Web UI， 直接点击 Install。接着就是等它下载需要的所有的 Python 跟 Git 等等的环境就可以了。这个过程会比较久，因此请耐心等候。Stability Matrix 下载档案并且安装完成以后，最后就会跳到 Launch 这一个页面。我们只要在这个页面里面直接点击 Launch， 它就会把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给启动起来。现在在这边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使用者界面有哪一些功能。首先我先点击最左上角的这个3横线，它会把所有功能的项目标签也给显示出来。第一项就是 Launch， 也就是我们的启动的页面。然后第二个是引擎方面相关的一些设定。那第三个就是要新增一个 Web UI 的套件的话，可以从这边来做新增。现在预设就是这一个 Web UI。那假如我们有其他6个 UI 想要新增的话，就直接点击下方的 Add Package， 在这一边可以再去选择其他的 Web UI，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这个 Canva UI， 然后点击以后直接再按这个 Install， 就可以把第2个套件给安装起来了。接下来这个 Checkpoints 就是下载了的新的模型呢，它就会显示在这个地方。最后这个 Model Browser 呢，它是可以让我们直接来搜寻 Civit AI 这个网站，然后把这个网站里面的一些模型显示出来，然后可以直接从这一个地方来直接做安装。比如说我现在找一个叫做 Magic Mix 的模型，输入字串以后再点击 Search，
它就会到网站上面去做搜寻。那搜寻到了以后，在这边其实就会有一个 import latest， 只要点击了这个 import latest 以后，它就会自动下载并且安装到使用的 Web UI 的环境里面来，就可以直接来使用这一个新的模型了。这是它整合的一个很方便的地方。那因此我们现在首先第一个要做的动作是先把预设的 Web UI 给启动起来，因此移动回这个 Launch， 然后直接点击 Launch 就可以把它启动起来了。启动以后，如果你的系统启动的过程有发生问题的话，可以再点击右边的这个齿轮，在这个齿轮里面呢去做一些启动时候选项的一个勾选。比如说你的 NVIDIA 的显示卡 VRAM 只有4GB， 有可能在运行的时候会发生记忆体不足的状况，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试着把 VRAM 的 Low VRAM 这个选项给勾选起来。勾选起来以后，让执行环境能够在记忆体比较少的情况下也依然能够执行。这一边就是有需要的参数可以加在这边，有额外的呢，你可以自己手动的新增在 Extra Launch Arguments 栏位里面。因此启动所有的参数呢，就可以由齿轮这个地方来做设定。假设我们现在就直接使用预设值，然后直接就点击这个 Launch， 它就会开始执行所有需要的环境。第一次因为档案不存在，所以它会先做下载。在第一次launch的时候，它会去下载要使用的预设的模型，这个模型会有 3.97G 这么大，因此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所有的档案还有模型全部下载完毕以后，它就会自动在浏览器里面载入 Web UI 的画面，也就是我们目前在浏览器里面看到的这一个画面。那它预设的网址是本地端的 127.0.0.1:7860 这一个网址。那在这边呢，就可以来直接对 Stable Diffusion 来直接做操作了。先来做第一次的执行。首先我要先选择这个 checkpoint， 所谓的 checkpoint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Stable Diffusion 的一个大的模型。那我们先点击这个下拉选单，选到它预设安装好的 3.97GB 大小的预设的模型。选择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text to image 的 prompt 里面来输入提示词。假设我们输入 a cute kitten，那后面这个负面的提示词，也就是我的图像不希望出现的哪一些属性，可以输入在这一个提示词的区域。那假设我们先通通都不要先输入，直接输入好这样子的内容以后，直接点击右侧的 Generate， 让它来生成图像。那事实上它在执行的时候，如果你开启了 Stability Matrix 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 Launch 的页面里面，它会有执行的讯息会出现。因此如果你执行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错误，可以回到这个主控台这边来看一下它是不是有一些更进一步的错误的讯息。我们再回到浏览器这边，它这个图形已经产生出来了。透过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很简单的就把 Stable Diffusion 的功能给安装到电脑里面来了，而且透过了 Stability Matrix 很简单的就可以对它来做操作了。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很容易又轻松的来做图像生成的功能了。以上就是今天介绍 Stability Matrix 这个很方便的工具给大家。那除了 Windows 的版本以外，它另外也有 Linux 的版本。希望透过这个 Stability Matrix 它的一键安装，可以增加大家在执行 Stable Diffusion 上面的一个便利性。那后面我们再来继续介绍有关于 Stable Diffusion 上面的其他的功能。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